在全球化的经济大潮中，货币错配成为了许多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这一现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普遍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和促进经济发展，往往会介入大量的外币贷款。然而，当这些国家的收入主要以本国货币计价时，货币价值的波动就可能导致还款成本的急剧上升，从而引发经济危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许多亚洲国家，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由于大量的外币借贷，在美元汇率上升时面临巨大的还款压力，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崩溃。这些国家之所以会使用这类政策，主要是因为外币贷款在短期内能够提供更低的利率和促进投资的机会。然而，当本国货币贬值时，这些贷款的还款成本会急剧增加，从而加剧了财政负担和经济不稳定。货币错配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风险，还可能导致投资者信心的丧失，进而引发资本外流和汇率的进一步下跌。此外，为了应对货币错配带来的风险，政府可能不得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如提高利率，这反过来又会抑制经济增长和增加债务负担。那么，为什么一些国家会选择使用这种似乎充满风险的政策呢？原因多种多样，包括推动经济增长、吸引外资、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在短期内，这些政策确实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但在全球金融环境变化多端的今天，它们也使得经济更加脆弱，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为了应对货币错配的问题，一些国家开始寻求解决方案，例如通过建立更加稳健的货币政策，减少对外币借贷的依赖，增强本币汇率的稳定性，同时加强金融监管，确保借贷和投资的透明性和可持续性，也成为了避免货币错配风险的关键。在这个全球经济日益紧密的时代，货币错配是一个复杂但不可忽视的问题。它提醒着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必须更加审慎地管理货币政策和外债，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动荡。通过深入分析和理解货币错配现象，我们可以更好地预防和应对可能的金融危机，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综上所述，货币错配现象揭示了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和稳定中的种种挑战。它不仅是金融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更是当代经济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警示。了解货币错配的成因和影响，对于制定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的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上个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了货币错配现象的一个经典案例，尤其是泰国。在1997年之前，泰国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年增长率一度超过了9%。这种繁荣的背后是基于大量的外币借款，特别是美元贷款来资助其经济发展和扩张。泰国政府和企业相信，通过引入外资可以加速国家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然而，泰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而其货币泰铢的价值又与美元挂钩。这一政策在初期为泰国带来了稳定的汇率和低利率的外债环境，促进了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一旦美元强势或泰国的出口受阻，泰国就会面临巨大的还款压力和汇率风险。到了1997年，当美元汇率上升，同时泰国的出口增长放缓时，这种脆弱的平衡被打破。泰国政府为了保持泰铢的稳定，不得不使用大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汇市，最终导致外汇储备的急剧下降。当市场对泰铢失去信心时，资本开始大规模外流。泰国政府被迫在1997年7月2日宣布放弃泰铢与美元的挂钩，泰铢迅速贬值，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泰国的例子清楚地展示了货币错配的危险。在泰铢贬值之后，那些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在本币计价的还款成本急剧上升，
许多泰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因此陷入财务困境，无法偿还债务。这不仅加剧了国内的经济衰退，也触发了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了韩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其他亚洲国家。这场危机给泰国以及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暴露了发展中国家依赖外币借贷的风险，以及在全球化经济中管理汇率和资本流动的重要性。泰国政府不得不实施一系列紧缩措施来稳定经济，包括提高利率、削减政府开支和实施结构性改革。同时，这场危机也促使国际社会重新思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角色。通过泰国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货币错配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有着实际的、严重的后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如何平衡外债管理和经济增长，如何避免货币错配带来的风险，都是其在全球经济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泰国危机之后，许多国家开始更加谨慎地管理外债和汇率政策，以防止类似的危机再次发生。泰国政府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挑战，泰铢的急剧贬值和外债负担的激增，迫使泰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和结构性改革，以期恢复经济稳定和增长。这一段艰难的转型期虽然充满了痛苦和不确定性，但最终也为泰国经济的复苏和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首先，泰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达成了一项高达175亿美元的救助协议。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泰国政府承诺实施一系列的财政紧缩政策、金融改革和结构性调整。这包括提高利率以稳定泰铢、削减政府支出、重组金融部门以及开放国内市场以吸引外国投资。虽然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加剧了经济衰退，导致了失业率上升和生活成本增加，但它们对于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和稳定经济环境是必要的。其次，泰国政府着手重组债务，并加强了金融监管体系，以避免未来发生类似的金融危机。政府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接管了不良贷款，并推动了银行业的整合和重组。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银行业的健康，增强了金融系统的韧性。同时，泰国政府也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减少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政府鼓励发展国内市场，增加对科技和创新的投资，以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泰国逐渐从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转变为更加多元化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这不仅增强了泰国经济的内在动力，也提高了其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泰国经济逐步复苏。到了21世纪初，泰国的经济增长率重新回到了正轨，外汇储备也得到了显著增加，金融体系变得更加稳健。虽然这段经历给泰国经济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它也促使泰国进行了必要的经济和金融改革，提高了其长期的经济稳定性和增长潜力。泰国从1997年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的经历，证明了面对危机时采取果断和综合性改革措施的重要性。这一过程虽然艰难，但也为其他经历货币错配和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善金融监管体系，并推动持续的改革，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经济的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泰国1997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不仅对泰国本身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警示。这场危机迅速蔓延至整个亚洲地区，甚至影响到了全球金融市场，引发了所谓的亚洲金融危机。其他受影响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都经历了与泰国类似的经济动荡，这使得国际社会对于货币错配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印度尼西亚是另一个深受影响的国家。与泰国类似，印度尼西亚在危机前也大量介入了外币贷款，尤其是私营部门。当危机爆发，印尼盾急剧贬值，导致了债务负担的激增和大规模违约。
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遭受了重创，GDP 大幅下降，通货膨胀率飙升，社会动荡加剧。面对危机，印度尼西亚政府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并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措施。韩国的情况也类似，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在1997年之前经济表现亮眼。然而，韩国企业的高负债率和对外债的依赖使其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韩元的贬值和外债的激增迫使韩国政府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紧缩政策和经济改革。这些措施虽然痛苦，但最终帮助韩国恢复了经济增长，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场危机使得国际社会意识到，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影响加深。货币错配不仅是单一国家的问题，也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问题。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始更加重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支持，并推动实施更加审慎的债务管理和汇率政策。此外，亚洲金融危机也促进了区域合作的加强。亚洲国家认识到，通过加强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和危机预防机制，可以更有效地应对未来可能的金融冲击。例如，亚洲货币危机之后，东盟国家与中国、日本和韩国合作，建立了东盟+3货币互换安排 Chiang Mai Initiative， 以增强区域内的金融稳定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总之，泰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的经验，对其他国家而言，既是一个警示，也是一个借鉴。它强调了货币政策和债务管理的重要性，以及面对全球化挑战时，国际合作和区域合作的必要性。通过这场危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更加意识到，要维护经济稳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综合性的策略，加强监管和合作，以减少货币错配带来的风险。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开设了多个频道。Wiki Wonders 一个致力于带您探索历史、文化和知识的频道。历史印记频道，这里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独特空间。经济世界这个频道旨在为您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商界传奇，一个专注于讲述世界上最著名企业及其创始人故事的平台。我们在片尾画面设置了各个频道的悬浮卡片，欢迎点击观看。祝你今天过得开心，谢谢。我们会每日更新，明天见。